别看我万代的模型不少，但是 MGSD 系列我这还是第一个。交世间之际，有网络同好，寂寞安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脚记。我的第一个 MGSD 呢拼完了，就是最近刚刚发售的这个飞翼高达，以下统称掉毛。本来所有的 MGSD 系列呢，应该是由咱们远在扶桑的资料源沟来做的，因为呢他一直买着 MGSD 这个系列呢。但是这次的首发他没有抢到，索性呢我就入了一款这个掉毛，正好也看看这个被很多人称赞了的 MGSD 系列表现到底如何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是以一个新入坑小白的身份来评判这款模型。之间如果出现了什么大家见怪不怪，而我大惊小怪的情况，还请大家别见怪。首先，我们还是来看看板件方面，不用多说啊，当然是热热乎乎的。24年设计，11月份刚下生产线的板件，因此什么细节、刻线之类的肯定是没得说的。并且呢，重点咱们来看一下这一版银色的板件。刚开盒的时候我没仔细看，我还以为是预喷涂板件呢。我正准备大夸万代良心发现的时候，看到了上面的水纹，才知道哦，这个是银色成型色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这一版银色的板件呈现出来的效果确实是没得说。玩了这么多万代的模型，这一版银色的板件是我最满意的，没有之一。说两嘴题外话，买万代的模型啊，最好还是买这种刚出锅的。但凡是比较火的套件，经过上2-3年几次再版，零件的细节和锐度方面就会下降很多。我的2台 MG 掉毛就是很好的例子，想了解的同好可以回看我那2期的视频。更重要的呢，在整个套件里边，我还发现了一个石破天惊的事情，就是这个光剑的板件竟然是今年设计，并且也是刚下生产线的。用车圈某人的口头禅就是“这你敢信吗？”这可是万代啊，他重新设计这2个光剑的板件，难道就不怕破产吗？那么在这里我就想问一下，之前的2座的光剑的板件是不是也是针对那2部机体单独设计的呢？整体的拼装这一块呢，没什么好说的，还是那一股熟悉的万代的味道。但是一些可动的卡扣设计上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，应该说是采用了之前 RG 元祖 2.0 的一些设计，给出了很多单向卡扣和连接桩，这样呢，在把玩体验上就会更上一层楼，不会出现那种一玩掉一地的情况。而事实上，在之后的把玩过程中呢，也确实印证了这个说法。我个人觉得啊，万代可能会在之后的产品线上更多的引入这种设计，尤其是 RG 系列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整体拼装完之后的成品表现。其实呢，我个人一直是不太喜欢 SD 高达的比例的，这也是我一直没有收 MGSD 系列的一个原因。但真的这个东西拿到手里以后，我就发现这种3头身的 SD 比例我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这种比例呢，我查了一下，大概是采用了10年到18年之间超级机器人大战中高达的比例设计，也就是在早期的 Q 版基础上拉长了比例，以便不再让机甲看起来憨憨的，而是保留了不少高达帅气的成分。整体看起来呢，不像 SD 系列那种2头身的 Q 版造型。这里我们用这个 SD 的福冈牛来对比一下，就一目了然了。可动方面呢，其实是有最担心的部分，但是整体把玩之后呢，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相当的可以。之前呢，只是看资料源沟跟我说这个系列的可动有多么的牛逼，个人并没有上手把玩，但是真的上手以后才知道，为什么这几年的 MG 系列的模型一窝不如一窝了。原来好的设计师都去 MGSD 部门了，是不？啊，当然这是我瞎猜的。可动的展示呢，我们从上到下来看，首先是头部的360度旋转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不过当然这属于废话，因为转不到后面也变不成鸟形态。但是左右旋转且需要低头的时候，就会被肩部的加特林阻碍到，导致低头的幅度大大不足，这样呢就会导致一些 pose 的表现力下降。而虽说是 SD 呢，但也是 MG 的 SD， 因此肩部的2部加特林是肯定不会缺少的，而且在开仓的时候还会有机炮探出的这种联动机构设计，好评。胸部这里呢是给出了驾驶舱的展开设计，并且动画中掉毛操控台那个标志性的半球屏幕，这里呢也通过分件给展示出来了，这真是太细节了。要是里边还能做一个大头版的西罗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手臂部分呢，在根部的连接处是给出了 MG 级别的引出式机构，可以大大增加手臂的前伸幅度，以便更好的做出双手握持破坏步枪的 pose。
整条手臂的设计呢，基本上其实是对标卡版的 MG 吊毛来做的，除了小臂甲步枪定位孔由上滑变成了侧拉以外，基本上一毛一样。但是肩甲这一块就比 MG 要好不少了，加入了抱甲设计，这里只需要将肩甲最下方的白色翼片下压，上部蓝色部分的肩甲呢便会因为联动被抬起来，这样就可以看见里边的金属散热结构了，而且还是由银色分件构成的，未来准备给它喷成金色。腰部的可动除了标准的旋转和左右摆以外，在这个小错把子的比例上呢，还给出了幅度不小的弯腰设计，这样摆出的 pose 的动感就会提高不少了。裙甲的可动呢就比较常规了，只是侧裙甲和后裙甲呢增加了一些可动，是作为鸟形态时使用的。我们一会儿变形的时候演示。前裙甲这次的设计呢，也不用过于担心脱落问题，就像前面说的，这次整体的可动在针对把玩上还是比较友好的。腿部虽然粗短，但是在可动上可一点也不含糊。MG 和 RG 给出了的，它也都给出来了，包括膝盖的联动、3段式的脚部可动。而且呢，在屈膝到极限的时候，小腿两侧的装甲还给出了让位机构，这是连 MG 都没有的待遇。而这种结构也是我第一次在万代的产品线中看到，上次看到应该是 CCS 家的最终号机啊，当然也可能是我读书少，见识短。4片飞翼的可动呢，就要比它的大狗狗 MG 的吊毛要好太多了。不光有 MG 吊毛飞翼的展开，而且还增加了拉伸以及内部的银色细节。当然还有 MGSD 系列招牌的自行车灯特要件，并且所有的羽毛可动这次也从球形关节变成了更加结实的2段式关节设计，旋转的自由度这一块呢，比 MG 的羽毛要高出了不少。可动说完了呢，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翼趴变形。其实整体也非常简单，需要动的地方就是将后裙甲下放，然后把2个侧裙甲转到后边去，肩甲拉出并且旋转下放护住上臂，然后呢，把手旋转到后方，脸也旋转到后方，准备工作呢也就完成了。剩下的就是调整4片翼片的工作了。这里参照说明书也行，自己发挥也行，只要觉得好看就可以。但是呢，要保证2个机械臂的根部的这2个槽处于水平对称状态，并且机械臂展开成直线。然后呢，就是将破坏步枪分别旋转90度握柄，然后收回到枪体内，最后把盾牌的小机翼展开，再将两侧的这2个连接桩展开，然后把破坏步枪分别卡在机头的两侧就可以了。连接方式呢，则是需要把这个机头内部的这2个凸起对准之前飞翼机械臂根部水平的这2个凹槽卡进去，整个飞机的形态也就完成了。至于说大气层突入形态呢，我们其实可以恢复到变飞机之前的这个步骤，但是区别于 MG 的羽毛设计，这次呢则是要将外侧的这几片羽毛旋转到飞翼的内侧，之后只需要调整飞翼到前方合适的位置，就可以展现大气层突入形态了。最后呢，可以总结一下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玩 MGSD 系列的产品，可能没有太多的发言权，但是只要呢它是隶属于钢普拉的一份子，就可以按照之前玩过的高达模型作为参考，来对其稍微的评价一下。造型上呢见仁见智，我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，但是可动设计上，作为这种比例的模型来说，应该是非常出色的，而且对标的还是 MG 的卡版吊毛来进行设计的。总体来说，我玩的是很开心，并且呢也决定入手这个系列的前2部，只是说现在这一款 MG 的吊毛价格溢价有一点高，不着急的话可以再等一等。好了，那么本期的教技呢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，麻烦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一键3连，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期的动力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教技机体评测，我是评测员 D，我们下期再见。